钱之锋是共产党。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们就是明知道酒里有毒还会喝的那群人。这么晚了，你给我出去！如果你帮的那个人不是钱之锋，那就一定是那个开枪刺杀日本特使的那个人。岛田已经证明那个人是重庆方面的。你是重庆派来的。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给哥说句实话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许青林，我用得着你保护吗？请你给我出去，我和我的孩子要休息了。如果你和钱之锋是真夫妻，今天你就能活着；如果你们俩是假夫妻，你就自求多福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和钱之锋到底是真夫妻还是假夫妻？等着我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许青林，我等的这一天，终于等到。我本来想借日本人的手杀你，可你还真有本事。老钱，你问总务科不配枪，你是拿什么顶着我呢？是根木棒子吧？那咱们就试试。好啊，那你就开枪。你是个医生，你手里救过很多人，你真的开过枪，杀过人？韩彩一是重庆那边的，你是共产党，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？谁告诉你彩衣是重庆？他自己承认的。暗杀特使，被岛田干掉的那家伙，就是他那边的人。你把他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估计还能活20分钟吧。女人都喜欢干净，所以我让她在浴缸里泡个澡。听着，现在能救她的只有你。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也许我会考虑
留他一命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？你有选择。往酒里下毒的是你。说吧，尼古丁是怎么弄来的？从香烟的烟丝里弄，用水煮干，毒是怎么下的？用针头注射。你的同党是谁？我没有同党，目的呢？杀日本特使。同党是谁？我说了，我没有同党。你一个人干的？对，就我一个人。那个卷烟的纸屑怎么来的？也许你忘了吧？那天在裁缝店门口，我管你要了一根烟，给我根烟抽好。你平时不是不抽烟吗？现在还是有点紧。有本事。这些事韩才艺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没跟他商量过？我要跟他商量了，今天也不会失败。你们两边各自都计划好了，计划也顺利实施了，结果互相干扰，最后全都失败了。你中了自己的毒，那边干脆死了一个。我真该为你们鼓掌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愿不愿意当着我的面向站长坦白交代？许青林，如果你放了才艺，我可以考虑。我要相信你的话，那一定是我的脑子被烧坏了。钱师傅，这次你不想死都难。许青林，这是你我之间的事。你杀了彩衣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说错了，我没有杀他，是你杀了他。只要我把这个东西放在韩彩怡和平饭店的房间里。钱大夫，哎，你谁啊？闪开！到酒店里看看，快！彩衣，彩衣，彩衣，彩衣。彩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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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，哎，没事了。
去给你拿件衣服。这里边谁住着啊？这是韩彩衣韩小姐的房间。韩彩衣？我去开门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刚才有没有一个男的进去？看什么看？滚！韩大小姐你不认识吗？我管他是谁呀？那郑伯宏你应该知道了吧？队长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废！收队。是。你等等。你的腿，你没有中毒。毒是中了，但没那么严重。来吧，别站着了，把衣服给换上。你不用出去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都是应该的。行了，可以转过来了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之前猜的没错，我是替军统做事。那你孩子的父亲也是军统的？孩子的父亲叫江汉成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才17岁，那时在上海一所女中读书。他是政府强行安排的训导主任。一开始我们都很讨厌他，因为他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，动不动就会搬出一堆大道理。他有一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讲录，走到哪里就会带到哪里，几乎可以倒背如流。那个时候就有同学笑话他，说他将来娶太太，哪怕长得比天仙还漂亮，如果不能背诵三民主义的内容，他也坚决不要。同学们说，我就跟着笑。到了晚上，偷偷钻到被窝里去背书。我姐姐那个时候已经跟郑伯宏结婚了，他们在青岛，让我一毕了业就过去。可是因为江汉成的原因，我坚决不肯，因为他说他会娶我的。可到了毕业典礼那天，他原本要演讲的，却没有出现。这之后的几年，我疯狂地在找他的下落，直到民国23年，我一个人在南京找了一份洋行秘书的工作。有一天，我陪老板去参加一个宴会，在宴会上，我突然看到了他，他也一眼就认出了我。那时候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在财政部，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。
他只是打听了一下我姐夫的情况。我姐夫那个时候是青年革命同事会的干事。这之后没多久，他就加入了复兴社。然后你们就结婚了？结婚是民国25年的时候，可因为他身份的原因，我们的关系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包括我姐姐和姐夫。后来他教会了我发电报密码那一套东西，同时让我监视我姐夫。后来淞沪事变爆发，我姐夫被李士群劝降，成了76号的元老之一，我也顺理成章继续留在他的身边。军统命令你监视你姐夫。严格意义上讲，我根本就不算军统的人，只是替他们办事。要不是因为汉城，我根本就不想理他们。你说这些不算泄密吧？泄密？就算我什么都不说，能让汉城留在我身边吗？如果许清林把你说的那个假证件拿给我姐夫怎么办？会怎么样？郑伯宏还会相信他吗？他不会全相信，但也不会再相信你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对策，不会连累你。今晚的事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江汉城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他会回来的。他已经死了。不，日本人不是还没捞到尸体吗？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他会回来的，回来看我。还有我们的孩子。站长，送信的是个报童，说给了他1块钱，可是那个人他不认识。不过听他形容相貌，应该就是许清林。都下地了吗？基本上没什么事儿，我想再过2天就好了。见到许清林了？是。昨天晚上他突然来了，拿枪指着我，说我是共产党。说你是共产党？是。我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他想杀了我，然后栽赃我。那时候我想辩驳也辩驳不了了。这是你的。不是，这东西我没见过呀。没见过，可这上面贴着你的照片了。这照片是后贴上去的呀。我当然知道它是后贴上去的。
你又不叫郭永寿，你说许清林要杀你，他怎么会失手呢？当时正好赶上护士查房，我想他是怕别人看见，所以他就跑了。这个所谓的伪造证件，你能给我一个圆满的解释吗？不能。那你们有事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啊。昨天夜里你值班。是啊。听说你查房的时候，看见有人在钱之峰病房里。是啊，那人可凶了，还拿着枪。然后呢？我吓傻了，然后他就跑了。往哪儿跑了？好像往2楼东面跑去的。东面？对啊，就是档案室呢。站长，这有几个男人的皮鞋鞋印，一直到窗台。这个人肯定是从这跳窗而逃。现在只能找到这双鞋，才能做最后的判定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存放的是我院所有职工人员的档案。钱大夫。啊。怎么样？他们问过你了吗？都按照你交代我那么说的。太好了。回头记得跟院长说，给我涨工资啊。放心吧。好。那你好好休息。照片呢？这照片呢？许庆林干的。他怎么会知道这里有照片呢？许清林对你们医院很熟悉吗？要说熟悉倒也谈不上。不过当初怀疑钱志峰是共党抓他的时候，那位许先生来医院调查过。关于钱志峰所有的资料，都拿出来让他看过了。抓起来。许清林吗？哦，已经安排了。钱志峰。站长，我不明白。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吗？你和许清林一定有一个人在撒谎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谁？站长，如果我是共党，
我怎么可能和韩小姐结婚呢？如果韩小姐是共党，她可是您的亲戚，在您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您一点都没有察觉？或者说，您也是共党？您要承认了，那我也就承认了。韩彩怡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吗？报告，站长，有电话。站长，我是迫不得已，请你原谅。废话不用说了，你的小礼物我收到了，还真是出人意料。你相信我了？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他抓起来？他招了吗？没有，嘴硬得很。看来只有你能撬开他的嘴。我怎么不敢回来呀？不是不敢，我只是担心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件事情无论查到谁的头上，我都会一视同仁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是掉脑袋的事，谁敢胡说呀？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现在就往上海打电话要救。这件事你好好想想。进来。哟，哥，这可是咱们的地方。吃碗面吧？不吃。好歹吃一口吧。吃不下，搁那儿吧。这郑伯宏不会是耍你吧？不像。那你弄他小姨子这事儿，他就一点都不知道？一个字没提，听语气，他应该不知道。我觉得还是得小心点儿。韩彩一没死，反过来再咬你一口。他不敢。只要顺着钱志峰这条线，做事他是共党或者军统，就不怕。那要是做不实呢？不可能。退一步说，他要咬我，那我会问他，谁救的你？钱志峰？钱志峰不是在医院不能下地吗？所以为了保护钱志峰，他什么都不会说。哥，我觉得太冒险了。我知道，富贵险中求。田姐，看什么呢？韩科长，许清林回来了。是吗？韩彩一万万没有想到，许清林会在这时堂而皇之的回来，这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反败为胜。
彩衣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在替那个男人担心。青莲，怎么不亲切？戴罪之身，请站长发落。哪儿的话呀？是我对不住你，我应该向你赔不是。走。站长，青林回来了。钱之锋的案子就交给你们情报科吧，你们2个人一块儿审。现在吗？现在。站长，让许青林去审钱之锋，他不更可以吗？只要是进了那间屋子，谁坐谁站，只是形式的问题。钱之锋，我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有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我。你随便问吧。这个东西你能解释一下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伪造的通行证，名字叫郭永寿，但这上面贴的照片是你的。对不起，之前站长已经问过我了，我已经如实的向他汇报了，所以我现在无法向你解释。你无法解释？对。那我能不能理解为你已经默认了这个证件是你的呢？许科长，你不是有几个问题要问我吗？你最好问完，我再向你解释。跟和平饭店经理要求去长门外老绍兴买那2坛子女儿红的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让杨队长打开喝一口的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发现酒里有毒，贼喊捉贼，让杨队长来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但不是贼喊捉贼。钱之锋，怎么刚好知道特使喜欢喝什么酒，你就刚好知道老绍兴有那2坛子尘封20年的，又怎么刚好让你发现了酒里有毒？这么多刚好凑在一块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只有一个答案，这一切都是你背后安排的。那为什么不能是你安排的呢？行动队杨队长的人特意守着放酒的地方，而真正接触到酒的人，只有你。那问题是，在酒坛子里发现的是你抽的牌子的香烟纸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？好，那咱们就聊聊这事儿。你来干什么？里面审的是我男人。在台风铺门口，你钱之锋一个从来不抽烟的人，特意跑来找我要烟抽，这事儿我没忘，你当然不会忘，因为这是你的计划之一。我还记得你说你紧张，还真是一个好借口。你借口紧张要了我的烟，然后故意扔在酒坛子里，故意给我栽赃。你为什么给我栽赃？因为我杀了你的女人。还是借口紧张。结婚当天上午，你跑到厨房，说是为了缓解你的紧张，要喝上一口。
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往酒里下了毒。你确实紧张，只不过你紧张的不是跟韩彩一结婚，而是暗杀特使。我为什么要暗杀特使？因为你是共产党，常光春是你的同伙。在日本宪兵司令部，常光春装模作样勒你脖子，可这个证件就是他帮你做的，铁证如山。陈志峰，难道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叫郭永寿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？可以回答问题了吗？所有的问题，你自己已经替我回答了，而且非常清晰。承认了。笑什么？没有用。铁证面前，你最好全部承认。也许站长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说2句了吧？说。接待日本特使的任务是站长交给我们总务科的，对吧？对，怎么样？为了做好接待工作，我提前了解了一下日本特使他的喜好，这没有错吧？特使喜欢喝女儿红，我是通过宪兵司令部的岛田总佐才知道的。酒店经理也说过。难道他们都是我暗杀日本特使的同谋？你就是利用了这一点。哼，我倒是有点奇怪，我让和平饭店经理准备酒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时我记得只有我、韩彩一和行动队的杨队长，还有几个伙计。我记得我没告诉过你。我是偶然看到的。偶然？恐怕这不是偶然吧？从一开始，你就一直想利用我和韩彩一结婚的机会刺杀特使。你说我向你借烟抽，我从不抽烟，所有的人都知道。钱志峰，准备胡说八道，是吗？许清林，酒放在什么地方，杨队长是怎么看守的，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？站长分工，让杨队长负责保安工作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和平饭店？我和酒店经理谈酒的事儿，你好像也在吧？酒给送回酒店的时候，你好像也在吧？我问你，当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当然在睡觉。有谁能证明你在睡觉？谁能证明？你答不上来了吧？那天晚上你就藏在和平饭店的某个角落，伺机下毒。